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被敲完很多次的生酮炸鸡。这次的炸鸡风味非常好，而且口感也很酥脆，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哦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腌料，我们需要1茶匙蒜粉、半茶匙姜粉，没有这两种粉的话，可以用新鲜的蒜末和姜泥代替。接着我们需要2茶匙元帥粉，这款调料做出来的鸡肉很好吃，很像肯德基的鸡米花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调料。1/4茶匙黑胡椒粉，半茶匙咖喱粉，半茶匙辣椒粉，喜欢辣一点可以多加半到1茶匙，半茶匙代糖，1/4茶匙盐巴和1/4茶匙白胡椒粉。然后我们会加入4汤匙，差不多75克的无糖希腊酸奶。酸奶除了能提升风味，还能让鸡肉吃起来更嫩，没有的话可以用适量的水代替。最后加入2茶匙酱油，搅拌，直到均匀。如果用水代替酸奶，需要减量，不然调出来的腌料就会太稀。接着放入鸡肉块，凯这次用的是鸡胸肉2块，差不多470克。想吃嫩一点也可以直接用切块的鸡腿肉，不建议新手用太大块的肉，不然很难控制油温。接着搅拌均匀，让鸡肉都裹上腌料，像这样。然后盖起来，我们放冰箱冷藏隔夜，这样鸡肉更入味更好吃。想当天吃的话，最好也要腌制1个小时。隔天我们来准备炸鸡外面的那层粉，我们会用100克的谷燃粉，也就是小麦蛋白或面筋粉。凯明白很多人是不吃的，但凯试了各种粉类，还是这个做出来效果最好。没有麸质过敏的小伙伴真的可以试一试。接着我们还得加入其他调料才更好吃。我们需要元帥粉2茶匙，1茶匙咖喱粉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1/4茶匙黑胡椒粉，1/4茶匙蒜粉，1/4茶匙盐巴和1/4茶匙角苏打帮助膨发。用泡打粉做出来的话没那么轻盈酥脆，最后把它搅拌均匀就好了。隔夜腌制的鸡肉块拿出来搅拌一下，确保均匀裹上腌料。接着放入干料里，分批加入，戴上手套，先让粉盖着鸡肉块表面，再把它轻轻翻动一下。网上很多说做出炸鸡鳞片的秘诀是过水再裹1次粉，凯试过，但这样做出来面衣太厚，口感不好。每面都裹上后，抖掉多余的粉拿出来备用。给你们看看鸡肉块裹了粉的样子，有点不均匀的鳞片才更好吃。炸的过程面衣还会膨发哦。因为做的有点多，炸之前检查一下，如果有点湿了可以再裹一点粉。这是前一天做炸鸡失败用剩的油，因为加了辣椒粉，所以油被染成红色了。这次用的是精炼椰油。油温差不多了，放入鸡块，放下去后先别翻动，让它先炸到定型浮起来。像这样就可以翻动一下，看看这个外皮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。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，把它捞出来，放在筛网沥一下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吃了。建议大家把分量减半，和很多朋友家人一起吃，因为在减肥的妹妹不小心因为它破功了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